快递品牌的最好广告。前世的段浩波正是因为拉不来强力资本，资源耗尽，最终惨淡收场。今生是否还会继续前世的轨迹，就得看他的选择了。我拿出伊人如雪10%的股份给庞俊被拒，段浩波欲拉我入股快递业，我却告诉他我保留兴趣。回到家后，我拿出电话给李长风打了过去。叶哥，长风，我打算开一家投资公司，有兴趣吗？叶哥，你这怎么想起开投资公司了？当下这个时代已经临近革新的峰值了，随着 5G 的冒头以及芯片的高速发展，不出意外的话，科技时代将会全面降临。4G 时代的出现，衍生了多少现在1000亿市值的企业众所周知，在这里头赚的醉盘满钵满的，莫过于对那些企业起步之初进行风投的资本。如今 5G 开始冒头，这也意味着比 4G 更加疯狂的时代即将拉开序幕，而我想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赢家。我能做什么？腾龙地产让纪委去坐镇，腾龙影业让景山去坐镇，而这家投资公司我打算让你去主持。听叶哥你的。那行，既然这样，那就把景山纪委给叫上，回头到南国山庄碰头谈一下公司成立的相关事宜，马上着手创办，尽早把公司开起来。好的。长风，你的叶哥这是又要成立投资公司，他打算拉你入股？对。你答应了？我没有拒绝的理由。你就这么相信他？没错，表姐夫，不瞒你说，这半年的时间里，我和景山跟着叶哥，在没赌上全部身家的情况下，各自赚了小100亿。你说啥？100亿？没错。接着，李长风把我们做空四海集团，薅亨达羊毛，抄底斯特拉，倒卖国际原油，帮张景山化解桃花劫，帮自己化解车祸，帮张兴国化解豆腐渣工程等他知道的事全部说了出来。只听得叶成英目瞪口呆。这也太他娘的邪乎了。没错，事实就是如此，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的，哪怕再不科学，再匪夷所思，再天方夜谭也罢，这都是事实所在。这也是我为什么说只要你能跟他建立交情，日后你一定会感谢我的原因。就凭他在看相算命这些数学上的造诣，他招或许真能给你或者你们老叶家带来挽救于水火中的天大帮助，也是很有可能的。那看来在他想开安保公司的问题上，我即便是不惜代价豁出去，都要往他身上压住一把才行了。次日，我和张景山接到叶成英的邀请，来到了鸿雁酒。传闻叶总在看相这方面有着非凡的造诣。叶大少，您还别不信，叶哥还真就有那种半仙神算之能，在这个问题上我绝对是有发言权的。我见证了叶哥多次的看相断言，结果没有任何一次是失算的。那不知叶总能否根据我的面相帮我断言几句？前世的叶家正是因为叶成英任职董事长的 TT 出行上市一事爆雷，让叶家遭受牵连，惨淡收场。算算时间也快了，如果能成功帮他化解此劫，那无疑是拉近了我和他之间的距离。叶大少，你确定真要让我帮你看相？你只管说就是。叶大少，你怕是快要犯劫了？什么玩意儿？我快要犯劫了？对，根据你的命宫来看，这个劫非同小可，一旦应了这个劫，余生怕是没有多少好光景了。你不仅自己不好过，还会牵连到父母兄弟姐妹，甚至是所有的近亲，他们会因你而饱遭牵连。叶总，听你这意思，我所犯的劫会连累整个叶家？不应该说连累，应该说拖垮。那叶哥，这该怎么破？敢问叶总，我犯的是什么劫？事业劫，叶大少将会栽在事业上。事业？没错，从叶大少的面相推算，这个劫是在过去的3年里，无形中已经埋下了雷，跟事业相关的雷。这个雷一旦爆，那劫就到了。叶总能算得详细一点吗？那叶大少能把这3年跟你相关的事业说一说吗？为了缩小范围，叶大少只管说那些参与在其中，但并非资深主导的事业就行，因为你的劫来自于央企。接着，叶成英把他近3年参与的事业全部说了出来。叶大少，就你说的这几个参股企业，哪几个在接下来会有大的动作？除了近期才持股的 TT 出行之外，其他企业并无什么大动作可言，所以叶总这意思是问题会出在 TT 出行上。叶大少，你说 TT 出行接下来会有大动作？虽然这些不该跟你说，但料想你也不敢坑我，我也不怕给你泄密。没错，近期 TT 出行将会赴美上市。叶大少，信我吗？就目前而言，我是信你的，要不然我也不会跟你说这么多。行，信我就行。如果叶大少你刚才说的那些没有任何错漏的话，那叶大少的劫是有8、9是来自于 TT 出行。所以叶大少要是足够信我的话，那就在 TT 出行赴美上市之前甩掉手中的股份，把自己从 TT 出行中摘出身来吧。什么玩意儿？甩掉 TT 出行的股份？想必叶总你应该清楚，一旦 TT 上市，我手上的股份届时会迎来何等暴涨。要是叶大少信我的话，那就甩掉股份摘身出来；要是叶大少不信的话，那就纯当我是满嘴跑火车的神棍得了。但是有一点我希望叶大少能往心里去，那就是若真被我给不幸言中的话，不仅是叶大少你自己，或许连叶家都得付出不堪设想的代价。叶成英沉默了，脑海中不受控地回荡着之前李长风跟他说的种种。如果因为你的断言导致我甩掉了 TT 出行的股份，而最终事实证明你的所谓断言不过是一通胡说八道，
你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吗？如果我的断言真的被应验了呢？如果真应验了你说的那些，就你想开办安保公司这事儿，我叶成英豁出全部都会给你安排的妥妥的，不惜一切代价都会给你提供你想要的背景靠山。行，那我也索性破例跟叶大少赌一把，要是我断言错了，那么叶大少的所有损失我来承担，任由你开口。哈哈，行，有魄力，够自信，也不枉我花费时间跟你见了2次，那就到时见分晓。饭后一走出餐厅，张景山再也忍不住问了起来：叶哥 ，TT 出行真的会出事，而且是在上市后出事？怎么着？叶哥，要是 TT 出行在上市后出现暴雷的话，那 TT 的股价暴跌对咱们来说岂不是一个机会？你小子在这方面的脑子倒是有够灵活的，准备钱吧，一个绝佳的做空机会即将到来。而另一边的叶成英回到家后，经过认真考虑，最终还是选择了相信我，因为他不敢拿叶家的未来去赌。次日，我接到了严怀礼的电话。严书记，还记得几个月前跟你在老书记家里头谈过关于珠江新城对岸新 CBD 规划的事吗？严书记，这事儿你说我能忘吗？我可是做梦都想着在那争取一块地皮打造办公大厦。我顶着各方面的压力帮你争取了下来，但流程还是得走，该给的钱还是得给。关于地皮的价值问题就不走竞拍程序了，根据相关部门在官方介入下的评估，这块土地面积近9万平方米，地块挂牌12.85亿，如果你能接受这个价格的话，那咱们这边就组建会谈小组，跟你进行规划方面的深入交流，一旦达成共识，符合相关标准，最迟2年之内动工，4年之内完成。听到这里，我内心激动不已。没问题，不管是钱还是时间方面都没问题。我可是顶着巨大的压力拍板给你留出这一席之地的，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从这块地皮开始，我严怀礼就算是跟你挂钩了，你日后取得巨大成就的话，人们不会称赞我力排众议给你划地的事，但你要是搞砸了，我严怀礼就得在风言风语中被戳脊梁骨。严书记肯定不辜负您的。不是不辜负我，是不要辜负江州，不要辜负岭南。你得记住，你是江州人，你是岭南人，你的企业是江州的企业，是岭南的企业。您放心。行了，情况我已经跟你说了，你看你什么时候方便，尽快把这事给敲定下来，免得节外生枝。随时方便。就这样，我的腾龙集团办公大楼选址落成，同时江州的标志性建筑也即将诞生。我成立投资公司让李长风坐镇，腾龙集团选址落成让我激动不已。接下来的3天里，我忙着与官方各种沟通交流以及方案洽谈规划等等，走完一系列的流程后，只差最后的获拍程序以及相关文件的署名。我与萧强来到国土资源交易中心，面对官方各部门领导和广大媒体记者，我必须拿出我的态度，因为我知道凭现在的伊人儒学远不足以在时代之城的 CBD 区域中占有一席之地，同时也给力排众议让我入主时代之城 CBD 的严怀礼一个交代。我知道，对于伊人儒学获得时代之城 CBD 的一席之地，在场诸位肯定难以接受，肯定会觉得伊人儒学何德何能，凭什么可以得到这种资源？对于你们的想法，我理解。但我要说的是，虽然伊人儒学才成立不到1年时间，可它接下来的潜力爆发，相信各位心中也有数。如今伊人儒学的生产园区投入使用在即，即将全面解决产量问题，从而得以放开市场。届时它将会给江州官方创造何等的税收以及 GDP 贡献，相信各位也不难想象吧。伊人儒学的市场不只是江州，待到不久之后冲出华国，拥抱全球市场时，那它必定会成为咱们华国的一张名片，成为咱们江州的一张名片。所以它在时代之城 CBD 坐拥一座办公大楼，在我看来这也是理所应当的。另外，我对这一地块的设想是4年时间之内打造出江州最高的办公大楼，预计斥资超过300亿去打造一张属于时代之城的闪耀名片。我之所以说这么多，就一个目的，不希望诸位因为伊人儒学能够获得时代之城 CBD 的地块规划而去进行任何阴谋论，去往江州官方的头上扣一些莫须有的帽子。最后我再多说这一句，虽然现在这一地块被伊人儒学拿了下来，但我叶晨还是斗胆大言不惭的再次放话，在咱们动工之前，若有其他企业愿意支出比我叶晨更重的资本去打造这一地块，我随时可以出让。此言一出，现场一片哗然。要知道鹅厂的新总部大楼80万平方才预计斥资300多亿，这区9万平方不到的面积，就要砸出超过300亿去打造，这特么怎么可能会有企业接受得了？回到腾龙地产，萧强再也控制不住激动的心，开口问道：叶董，您确定您真的要用300亿去打造办公大楼？难不成我还能是开玩笑吗？但是你这仅仅为了承建伊人儒学的总部大楼就斥资300亿，这是不是？眼下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就是伊人儒学了，所以只能打着伊人儒学的幌子去为腾龙集团做准备。毕竟目前腾龙集团尚未形成，但是等到这栋大楼竣工时，腾龙集团肯定已经组建好了，届时那儿将作为腾龙集团的总部。这是关于这栋大楼的设计资料，你看看吧，回头你立即组建班子负责这项工程。萧强很是好奇是怎么样的建筑，仅仅9万平方不到就得耗资超300亿去打造，迫不及待地接过 U 盘插到电脑上，看到设计概念图后彻底愣住。一股浓厚的赛博朋克风溢出屏幕，扑面而来的赫然是极具科技感。
就仿佛从赛博朋克世界中走出来那般。在这一大楼的概念设计下，什么10大世界最壮观大楼完全不值一提。再往下，则是关于设计的详细结构图以及如何把概念落实到现实的方案跟相关材料等等。萧强足足沉浸在里头2个多小时，到最后大脑一片空白的陷入不可思议中。叶董，您这是从哪儿找来的设计师？哪找的设计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觉得这栋建筑有什么问题没？或者说你对此有什么专业性的建议没？叶董，这是神作，跨时代的神作。先不说我在设计这方面并不怎么精通，就算我再精通都好，也不敢对这种神作去进行任何建议，因为任何建议在这种跨时代的设计神作中都是亵渎。一旦这栋大楼落成，纵观世界上那些所谓的最壮观大楼，全部都得成为笑话。只要这栋大楼亮相面世，100%会成为江州最闪耀的名片，甚至是成为全华国最知名的大楼。行，关于腾龙大厦的工程筹备跟开展，接下来就辛苦你了。要是有什么拿捏不准的，再联系我便是。行，叶董放心。次日，不出意外，一则名为伊人如雪将要斥资超300亿去打造666米江州最高大楼的话题冲到了热搜榜首，席卷了整个互联网，网上各种评论接踵而至。而我在交易中心里头说的那一番话，也导致出现了不少理性客观的声音，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大大减少了江州官方的一些舆论麻烦。景山，叶哥，听说你要盖300亿的办公大楼，我操，你这手笔是不是有点狠了呀？你打电话就为了跟我说这个？这倒不是，叶哥，给你打电话就是想问问你，咱们什么时候出手做空 TT 啊？就在刚才 ，TT 已经在那4大客敲中正式上市了。不着急 ，TT 也才刚上市，就算想做空，那也做不了。明天我打算到腾龙影业公司转转，你通知长风跟纪委在公司等我，到时咱们顺便说说这事。妥，我待会就通知他们。第二天，来到了腾龙影业。叶哥，咱们都是依着你给你定的道路去走的，建立于之前晨瓜影业打下的基础上，在经过咱们一系列的调整之后，公司目前的情况是较为良好。另外，我们也依着你之前给出的名单，成功签下了一部分导演、编剧和艺人。可是叶哥，容我好奇一下，导演跟编剧我还能理解，就那些演员，要么是还在电影学院里的新人，要么是不温不火的18线，咱们签他们干什么？签的是以后，不是现在。名单中的每一个人，我都是下过功夫的。虽然我理解你们的好奇，但你们只需要知道我不是盲目找人充数就行。对了，咱们腾龙影业的第一部电影现在处于什么状态了？已经进入拍摄阶段了。依着导演裴安的要求，整个过程都很低调。现在裴导跟整个剧组在云南那边取景拍摄，我还想着问问叶哥你有没有兴致，咱们一起找个时间过去探探班呢。毕竟那怎么说都是咱们腾龙影业的第一部电影。我就免了，你们要是有时间去一趟也无妨。好了，腾龙影业的事儿就先说到这，咱们接下来说说 TT 吧。叶哥，从 TT 昨天上市后，我就一直在关注着。一个交易日过去了，股价的涨幅所呈现出的势头，无疑是被资本市场所看好。按照眼下的这个趋势，如果没什么特殊意外的话，估计接下来的上升空间还是很明朗的。所以你打算寻找什么样的契机去进行做空？你什么时候能够从证券商那边借来股票，咱们就什么时候出手。按正常来说的半个月，最不济也得1周才行。而 TT 从某种本质上应该会成为资本狂欢的盛宴，所以我试试看能不能在3、4天的时间里找到券源。必须要快，如果无法在短时间内找到券源去做空，且不说赚多赚少，恐怕连做空的机会都没了。叶哥，难不成说 TT 股票只会暴跌一小阵，然后就迎来全面反弹？要是这样的话，就算咱们错过做空机会，也能抄底啊。抄底的事儿就别琢磨了，先想办法如何在短时间内做空它吧。叶哥，那在做空数量上，咱们该怎么？有多少就做多少，杠杆能起多少倍就起多少倍，把数值最大化。不过我想这些数值不会太高，到时我只要50%，其他的你们3个均分便是。叶哥，我想问一下，在你的计划中，这个做空周期大概会是多久呢？最多不超过20天。那叶哥，我再问一下，依你看来 ，TT 的跌幅会是多少啊？我觉得50%的跌幅应该会有机会的。50%的跌幅，再发动3、5倍杠杆，又是几倍的短线暴利，他们此时也不会再去怀疑。对我而言，这就是前世的轨迹。我扬言打造华国第一高楼，惊呆众人。TT 赴美上市，我们计划做空它的股票。叶哥，有结果了。我综合算了下，咱们大概能在券商那借到40几亿美元的 TT 股票，换算回人民币300亿的样子。杠杆的话，能做到3倍。不过有一点，对方要求的保证金比例有些大，而且在强制平仓这个问题上不给任何余地。换而言之，如果 TT 不跌的话，只要涨幅超过保证金的临界点，立马进行强制平仓。没问题。对方对保证金的要求是多少？因为对方给的是3倍杠杆，所以他们要求杠杆前的1比1，也就是如果咱们借300亿股票的话，那就300亿的保证金。行，不知你跟景山还有纪委现在的手头情况如何？我这边给你转账170亿，用来当保证金，我只要50%，也就是150亿的3倍杠杆，其他的你们3个分了。我知道李长风和张景山2人已掏不出100亿保证金，
便多拿出20亿来。李长风也不再矫情。好，谢谢叶哥，我马上通知景山跟纪委。挂了电话，叶成英走了进来。长风，今天是 TT 上市的第3天了 ，TT 的股价从14美元涨到了接近18美元。我知道，可你那位叶哥说的情况似乎并没有发生。我相信了他的话，赶在 TT 上市之前把手中的股份全都给抛了出去，并且火速抽身从 TT 董事局中撤了出来。但结果却是 TT 依旧欣欣向荣，股价连着涨了3天。当然，我不是来怪罪你的，毕竟这是我自己的决定，只是为了跟你说一声，你最好让那个暴发户和那个虎逼玩意日后见了我就绕道走，有多远滚多远，否则我真的保证不了能否控制得住自己的情绪。叶大少，别急着这么快就下定论。说完，李长风把收款短信翻了出来。就在刚刚，叶哥发起了做空 TT 股票的指令，300亿人民币的3倍杠杆，叶哥占一半，也就是150亿的3倍杠杆，由我去进行这波做空操作。这是叶哥刚转过来的170亿保证金，多的20亿，他是怕我跟景山的保证金不够，这也是他目前所能拿出来的全部身家。一旦 TT 股价继续暴涨，那叶哥跟我以及景山都得被打回解放前。你觉得叶哥他要是没有把握，会进行这种疯狂操作吗？一群疯子，希望你的叶哥真是半仙，希望真如他之所料。叶成英丢下这句话便转身离去。李长风拿起电话给张景山和赵继伟打过去，接着把我们4人的300亿全部投入到做空 TT 出行的3倍杠杆中。而另一边的叶成英回到叶家大院，几位叶家长辈脸色凝重。老爷子，各位叔伯，这是出什么事了？你之前入主 TT 的董事会，并且在积极持股一定比例的事，是谁给你牵的线？这个重要吗？如果说这是一个坑，一个会殃及到整个叶家的坑，你说重要吗？什么？就在刚刚，上头针对 TT 赴美上市一事成立了调查工作组。TT 在赴美上市一事上，或许存在着泄露境内道路数据以及用户资料的行为，以此换得上市的审核筹码。上头对此事是一种震怒的态度，不出意外的话，很快就会下达相关文件以及通告。听到父亲这话，叶成英脸色大变的呆在原地。成英啊，若不是你父亲跟我说，我现在都还被蒙在鼓里。TT 那是什么？那是由一个靠充当买办而立足于商界的家族所把持，里头的董事会成员过半都是外资。你作为叶家子嗣，从某种层面上，你代表的就是叶家，所以 TT 的局该是你入的吗？你怎么连这点觉悟都丢失了？眼下 TT 被上头挥刀，已是板上钉钉之事，而你作为 TT 的股东董事，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原本盯着咱们叶家的人就不少，你说他们会放过这个机会吗？一旦上头工作组介入审查，你可知叶家会被扣上什么帽子吗？你又可知等着叶家的会是什么吗？虽然这是你的个人行为，但因为你的身份原因，使得性质已经变了，甚至是整个叶家都会被拉下水，整个叶家都得因你遭到无妄之灾。这代价极有可能是葬送了叶家这几十年来的努力，更是会因此一蹶不振，你知不知道？成英啊，你是真的辜负老爷子以及叔伯长辈们对你寄予的厚望了呀！此事一出，你这是要成为叶家的罪人啊！方才大脑陷入一片空白的叶成英终于回过神来。神了，神了，他真的神了！混账东西，你在嘀咕什么？如果我说我在 TT 上市之前就抛掉了 TT 的股份，并且脱离 TT 董事会，与之划清界限了呢？什么？你说的是真的？真的，满打满算我从持股 TT 到抽身离场不到1个月，而且我退出时 TT 也还没完成上市。你是提前察觉到 TT 存在着敏感问题了？不是，你们听说过叶城吗？疑人如雪的老总，之前跟鹅厂打官司闹得沸沸扬扬，前几天还放话要在江州盖666米办公大楼的那个。没错，就是他。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如果我说我之所以抛掉 TT 股份以及退出 TT 董事会这事是听信他的神机妙算，你们信吗？神机妙算，你继续。接着，叶成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给说了出来，包括跟李长风之间的种种。不过关于安保公司的事暂时没说。还有这等神人，简直不可思议。对，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可我最后还是选择了相信他。我叶成英现在欠他一个天大的人情了。不是你欠了他一个天大人情，而是叶家欠他一个天大人情。等 TT 事件过去后，如果叶家真能置身事外安然无恙的话，成英你把他给找过来，我亲自跟他聊聊。老爷子，其实他也有事需要咱们叶家帮他一把。哦，什么事？接着，叶成英把我想开一家性质有些敏感的安保公司的事说了出来。他疯了吗？这哪是安保公司，这简直就是奔着打到黑水公司去的，在神州大地上，这就是在玩火。他的安保公司唯一的敏感点就是公司成员全都由部队退役的精锐人员组成罢了，只要能给那家安保公司套上一重军方背景的身份，那就能解决性质敏感的问题了。成英啊，你说的是不是过于轻巧了？这事儿没这么简单。罢了，一切等 TT 这场风波过去后，你找他过来跟我面对面聊过再说吧。你现在要做的是
一旦工作组介入调查，你第一时间主动去配合工作组的工作，把对叶家的影响降到最小。好的，老爷子。次日一早，我来到了乾隆游戏公司，因为米哈游旗下的魔神已开始公测，手游界的天花板即将诞生，我必须要赶在鹅厂之前完成对米哈游的收购，否则届时它将会成为我的劲敌。叶总，你就这么看好魔神？魔神跟轮回不同类型，不至于冲击到咱们吧？或许对咱们不会形成威胁性的冲击，但根据我的预判跟感觉，这将会是一款吊打出轮回之外的手游。这一点，我猜鹅厂那边肯定也知道，恐怕他们会不惜代价的对米哈游进行战略性收购，以此来抗衡咱们的轮回。叶总，那你说该怎么个收购法？全股权收购肯定是不现实的，所以我的要求不高，能让乾隆游戏成为米哈游的第二大股东便是。至于如何让米哈游接受咱们的入主，如果钱能够解决的话，那就用钱去解决。那如果米哈游不接受呢？那就技术入股，用轮回的一些专利以及技术换取米哈游的股份。他们要是想走得更远，版本的进阶更新就少不了要跟轮回进行一些合作。叶总，真的要用专利跟技术去换取米哈游的股份？咱们这岂不是在成就对方吗？成不成就的不重要，我说过，轮回的未来在于端游，而不在于手游。之所以想收购米哈游，纯粹只是不想米哈游被鹅厂入主，从而来跟咱们进行对抗搅局罢了。再一个就是魔神的潜力极其可观，值得我出手。行，听叶总的，给我几天时间，我先对米哈游跟魔神研究一下，然后再找他们。TT 上市暴雷，我一句话拯救了叶家。李长风把我们4人的300亿全部投入到做空 TT 股票的3倍杠杆中。次日的伊人如雪迎来了一群不速之客。陈总，岛乐不管先生作为全球著名的建筑设计师，经他之手设计出的摩天大楼在国际上都是排得上号的，并且那些作品在建筑设计界都获得了不俗的奖项。他此番亲自赶到江州来，并且主动提出愿意承接你们的办公大楼设计，这已经足以展示出了他的诚意所在。要知道，岛乐不管先生在过去的设计生涯中可谓是绝无仅有，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珍惜这种机会。面对国际友人，陈一诺还是礼貌地回答道：岛乐不管先生，很感谢你的到来，但是抱歉，关于咱们的办公大楼已经有设计方案了，并且被确定了。什么东西？这才几天你们就设计出来了？你是在开玩笑吗？还是随便找的不入流设计师？就算你们真的有设计方案了，可是相对于岛乐不管先生操刀设计出来的作品，那也绝对是垃圾。有设计方案了，是谁给你们设计的？像这种办公大楼的设计，没有几个月是难以完成的。而你们拿下时代之城 CBD 的地块还没有多久吧？当然了，这些不重要，即使你们有了设计方案都不重要。难道你们就不想多几个选择吗？择优而求吗？岛乐不管先生，真的抱歉，在已经敲定好了设计方案情况下，我们这边已经不打算再考虑去更换了。说你们是暴发户，你们还真是暴发户。你知道坐在你面前的是谁吗？你知道你们华国有多少企业想请他出手都请不到吗？现在岛乐不管先生千里迢迢亲自登门，那是给足了你们面子跟诚意，是你们的荣幸。你居然还说不考虑？我想我该考虑的是让你自己滚蛋，还是我让保安过来帮你们滚？老叶，你怎么来了？你就是叶晨叶先生。对，我是叶晨。叶先生，自我介绍下，我是……不用介绍了。首先，就像我妻子说的那样，关于办公大楼的设计方案已经确定下来了。现在的设计方案已经足够完美，甚至是我并不认为岛乐不管先生能超越我们现有的设计方案。其次，我相信我们华国人有能力设计出时代之城的闪耀名片。同时，我希望全世界只要一提到腾龙大厦，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出自于华国人自己的设计，也让全世界看看属于我们华国人自己的神作。看来内地的暴发户之所以一直扮演国际笑话的角色，并不是没有原因的。我再说一次，你是自己滚蛋，还是我让保安过来帮你们滚 ？Shit！ 李飞，以后不管是风吹旧片还是日子狗腿来了，一律轰走。好的，叶总。哎，你说这像啥事？这已经是今天的第好几波了。正常，主要是斥资超300亿这个数额对那些所谓的国际知名大师来说太有诱惑力了，再著名的设计师都好，都抗拒不了这种名利双收的诱惑。以后再有这种情况，直接打发走就是了。行，你今天怎么突然跑过来了？闲着无聊，过来转悠转悠。对了，生产园区的事儿怎样了？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老叶，你看咱们的新园区什么时候投入生产？那就定到15天后吧。那你要不要邀请张老爷子和严书记过来剪彩？应该的，我马上给他们打电话。时间来到了 TT 上市的第4天 ，TT 股价涨到了18.04美元，比入手时上涨了0.63美元。李长风3人焦急地看着股价走势，不敢松懈。喂，李少，你这波做空稳了，上头突然对 TT 出手了，几道安全阀直接砸到了 TT 的头上，网安办直击发出网络安全审查的通告，并且即时起停止 GT 新用户的注册。什么？
这 TT 是悄悄咪咪赴美上市的，属于先斩后奏。在上市之前，没有任何媒体宣传，甚至是连新闻发布会都没有发起过。更要命的是 ，TT 正式向老美证券委员会申请上市美股那一天，就是咱们官方通过数据安全法把数据安全奠定为官方基本安全法的那天。这简直是明目张胆的撕破了脸。TT 这波作死会不会在国内遭到灭顶之灾，我不知道，但股市崩盘绝对跑不了的。官方接下来必定还有大动作，相信这回 TT 的事儿印上热搜了。李少，你可以去看看。好。挂了电话，李长风迅速打开热搜，不出所料，几条关于 TT 上市的话题冲上了热搜榜首。李长风激动地待在原地。长风，怎么了 ？TT 做了大死，官方正式对他挥刀出手了。啥玩意？官方朝 TT 挥刀了？我靠，中了，中了！这他妈哪还是哥？这他妈是神，夜神啊！看 TT 股价开始跌了。而另一边的我根本没去关心 TT 股票的事，拨通了前世稳坐猎头行业头把交椅正行的电话。您好，哪位？我叶晨，伊人如雪的创始人叶晨，叶总。没错，是我。叶总，您找我是？你一个开猎头公司的，你说我找你干什么？那肯定是想请郑总你这边帮我挖个人。叶总，你想挖什么人？目前在江南影视集团当总经理的于守成。叶总，斗胆问一下，你这是想给江湖火锅寻找高级管理者吗？没错，待会你给我提供个邮箱，我给你发一份相关的材料过去。叶总，请恕我直言，如果你是想给江湖火锅寻找高级管理者的话，我觉得有不少比于守成更合适的人选。我不知你是否了解，现在的江南影视集团可是连年亏损，而于守成作为江南影视集团的重要管理者，他都是难辞其咎的。郑总，你是对于守成的能力持有怀疑态度吗？叶总，咱们暂且跳过这个问题。虽然我知道以我的身份说这种话着实很草率，甚至是有失职业素养，但面对叶总你，我并不想以那种常规的方式去对待。如果叶总想给江湖火锅寻找高级管理者，咱们天行猎头公司可以给叶总找到更好、更适合的。毕竟还是那句话，在江南餐饮集团中，于守成可以说是碌碌无为的。所以从专业角度上出发，哪怕我还没对于守成下过功夫去进行研究分析及追踪，但凭我的经验，我并不觉得于守成能成为江湖火锅的合适人选。如果叶总相信我的话，愿意委托咱们天行猎头的话，我保证绝对会给叶总找来最合适的人。郑总，能解释解释那句为什么是因为面对我，所以你才说出这般有失职业素养的话吗？不怕叶总你笑话，对于叶总你能主动找上我，我正行无疑是受宠若惊，但我知道凭现在的我，难得有机会跟叶总搭上线，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抱住叶总你的大腿。毕竟我相信叶总日后对尖端型人才的需求量肯定很大，不是吗？因此，哪怕清楚有失职业素养，我都想用这种方式去建立自己在叶总心目中的好感度，从而得以把叶总这个大客户牢牢给稳住。呵呵，你说话倒是实诚，但你就不怕于守成实则是一颗蒙尘明珠吗？就不担心因为你那先入为主的所谓经验，导致我错失了一员良将吗？言归正传吧，郑总，你不是想跟我建立合作关系吗？给你个机会，只要你把于守成给我挖到江湖火锅来，以后你们天行猎头就是我叶晨旗下企业的优先合作伙伴。所以这一次挖角于守成，就当是考究你们天行猎头的业务能力了。好的，谢谢叶总。前世的江湖火锅自从于守成加入后，便一发不可收拾的以鲸吞之势一路高歌，把海边捞踹下了龙头宝座，让江湖火锅称霸整个行业。只是此时的他正怀才不遇的在江南影视集团背着黑锅。倒了不管先生上门求合作，我直接让他滚蛋。TT 作死被官方挥刀，导致股票下跌。与此同时，林天南也开始了他的作死之路。林少，您说什么？下药？对，给李元哥下药，然后拍下他跟我的视频，这样我看他就不就范，我看他还要不要拒绝成为我林天南的女人。那他要是不呢？那就让全世界好好认识认识，好好欣赏欣赏李家的天之娇女。不过这个可能性不高，就算他李元哥不要面子，李家还是要面子的。那林少您就没考虑过您自己？您要是真这么做了，被你们林家发现了，您怎么办？反正我在他们眼里就是个祸害，也不差这一次。不是有句话说吗？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有什么可怕的？我就不信林家还能狠下心来亲手把我给送进去。魏三，你是在怕吗？林少，我真的怕李家人会把我给活剥了。别怕，他们活剥不了你，等这事一成，我肯定给你记一大功，以后对你有求必应，满足你的一切请求。你不是做梦都想你爸跟我爹结交吗？等这事一成，我保证绝对帮他牵线，绝对让他成为我爹身边的红人。林少，我能拒绝吗？拒绝？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我的计划你都已经知道了，你说你能拒绝吗？林少，那你刚才说的那些要帮我爸的那些可是当真？我林天南何时忽悠过你？那林少，您想让我怎么做？我要是知道怎么做，还犯得上找你吗？找你就是让你给我想办法，让你帮我计划安排。我需要点时间。行。林天南抬头看了看魏浩存身后的女子，颇有几分姿色，说道：魏三，这位之前怎么没见过？
林少，这是我女朋友。哦，女朋友啊，魏三跟他分了吧？林少，你什么意思？因为他听到了咱们刚才的谈话，他要是把那些扬出去的话，你说会是什么后果？林少，不会的，不会的，我什么都不会说的。林少，我保证他半个字都不会泄露出去。如果真泄露出去的话，我愿意承担所有后果。操，你保证有个屁用，你又能承担个锤子。那林少，您的意思是？很简单，让他陪陪我，完事我再拍点视频啥的。他要是把咱俩说的话泄露出去，就把视频发给他的家人亲戚朋友，又或者是发到网上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他不会多嘴。林少，她可是我女朋友。魏三啊，不就是一个女人吗？咱们得以大局为重。再者说了，她又不是你媳妇、女朋友而已，随时随地都可以换的，你就当是跟她分手了。浩存，不要不要！魏三啊，想想你爸，想想你们老魏家，因为一个女人跟我撕破脸，你说你至于吗？值得吗？魏浩存死死咬着牙，不敢吭声。林天南见他久久不作声，直接拉着女子离开。不要不要，浩存，救我救我！任由女子怎么叫喊，背过身的魏浩存始终鼓不起那勇气，仇恨的怒火最终还是被他给压了下来。林天南，我与你不共戴天。而此时的燕京林家有线索了，你找到线索了？虽然您没交代，但这是我一直都放在心上。我四处找人调查跟当年那位保姆相关的人，功夫不负有心人。虽然当年那保姆跟他儿子都不在人世了，万幸的是跟那保姆儿子一起的那个女人还活着。依着这条线索，我找到了那个女人，我让人拿了10万块摆在她的面前，她最终说出了她所知道的情况。据她所说，当年她的孩子被她婆婆，也就是咱们林家那个保姆送给了一户大户人家，不过她不知道是哪户大户人家，可却从她男人醉酒之后的口中得知，说是她婆婆在调包完孩子之后，把那孩子送到了江州福利院门口。所以我跟柳慧的孩子在调包之后被当年的保姆放到了江州福利院门口。对，所以按常理来说，小少爷应该是进入了江州福利院。那你查过江州福利院当年的孩子名单没有？如果江州福利院有备案的话，肯定不难找出我跟柳慧的儿子。我开始时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由于事情发生在30年前，当时并没有网络备案，顶多只是纸质文档备案。最重要的是，当初的江州福利院早就被拆掉了，所以眼下唯一的线索只能从当年那些福利院的工作人员身上下手。只有找到那些工作人员，才有机会进行下一步了解。希望能够顺利找到他们，希望他们能回忆起当初的事来，只有这样才有机会找到小少爷。所以这是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也算是看到希望了，有了去追查的方向，同时基本可以确定他的身份户籍应该是在江州，甚至是现在有可能还在江州生活。老严，这事就拜托你了，无论如何，我林风雪都不会让我林家子嗣流落在外。您放心，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我都会为这事奔波到底。还有，这事切记一定要保密，尤其是柳慧跟老爷子。这是必然的，您不用担心这个。另一边的我正在整理前世的记忆，突然心头荡起一阵莫名的慌乱。老公，我有件事，不知道怎么跟你说。跟你妈有关。怎么就扯到我妈身上去了？除了你妈之外，我想不到还有什么能让你流露出这种表情来。话说跟你爸妈那边也快1年没有来往了，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了？身体如何？两人还算是硬朗吧，你怎么还关心起他们来了？毕竟他们是生你养你的人，所以再大的恩怨过节都好，还是难以去漠视的。你对他们释怀了？还是那句话，他们始终是你的爸妈。好了，你还没说你到底想说什么事。我有了。有了？什么有了？一诺，你说的是真的？我又要当爸爸了，哈哈。一诺，这是天大的好事，你刚才怎么还一副欲言又止的纠结样子？你可别跟我说你想。我怕这又是女儿。你怕我重男轻女，你怕我会失望。你先听我说，我知道你的思想不会那么传统封建，我知道男孩女孩在你看来都一样，可我不行，我得为你着想，咱们终究是活在世俗中，传宗接代跟继承，这注定是避不开的话题，尤其是你还打下了这等江山，这也在无形中显得那个问题尤为突出。一诺，你信命吗？怎么？人这一辈子早在冥冥中注定了，站在你的角度，我理解你的想法，只不过就像你说的，我的思想还不至于传统封建到那种程度，对我而言，是男是女，随缘即可。退1万步来说，如果你非要抱着那种想法，咱们现在不也还年轻吗？所以你现在去考虑那么多干什么？你说的我也明白，但是我是真的想当一个可以让你儿孙绕膝的妻子，毕竟我是孤儿出身是吗？一诺，你就是想的太多了，就算我是孤儿出身，经过这几十年，我早就释怀想开了，早已习惯并且接受了这一切。在我看来，人这一生草草几十年，最终也不过一堆黄土，活得安逸自在胜过一切，不应该再去被所谓孤儿身份束缚内心。
你作为我的妻子，我也希望你别想那么多，别去被那些束缚到。两世为人的我几十年苦寻身世无果，虽然已经释怀，但心中的梗始终无法放下。不知今生某些轨迹的变化，是否能弥补两世的遗憾。林天南计划对李元歌下药，见到魏三漂亮女友直接拉走。次日，女子来到腾龙科技找到了李元歌。可儿是吧？你说你要跟我说魏浩存跟林少他们怎么了？他们要给你下药。你说什么？他们要给我下药？对，我亲口听到的。接着，这名叫可儿的女子把那晚经历的事全部说了出来。这事儿你报警了吗？没有，我不敢。我知道报警肯定是没用的，像那种变态禽兽，他要是怕制裁的话，就绝对不敢那么猖狂，更不会在事后轻易放我走。而且我知道，如果我报警的话，下场肯定很惨。明智的选择，但你为什么敢找我？你不是说了吗？林天南对你的威胁就是，你要是敢把这事儿扬出去，他就把那些发出去。能让那个变态禽兽只敢用下药这种方式，并且还得小心谨慎的人，肯定很不简单。而我只想报复。你觉得你的报复能通过我去实现吗？要知道，他们虽然商量着要给我下药，但事实上他们的计划还没有开始。他们倒是大可说那只是一句玩笑话，这样一来的话，他们无疑也知道是你把他们的计划告知给我，所以你就不担心后果吗？那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杀了他们。可儿，感谢你过来跟我说出这一切，说吧，你想要什么结果？我想让他们受到应有的制裁，我想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如果法律制裁不了他们，那我就想办法杀了他们。行，关于你说的那个林少，我会想办法让他付出他该付的代价。但是魏浩存，恐怕我帮不了你，毕竟他没有参与到林少的那个行动中。我明白，谢谢。别干傻事。了解到情况后的李元歌直接来到了林家，把可儿说的事全盘说了出来。什么？你说的是真的？林爷爷，你觉得我会在这种事上跟你们开玩笑吗？畜生，这个畜生，他这是要把林家作死才罢休啊！给那个畜生打电话，让他马上回来。老爷子，我这就打。小燕，给警方打电话，通知他们待会过来。是，林老。元哥啊，你不是说她是魏浩存的女朋友吗？天南他怎么还……柳阿姨，我理解您的心情，但您对林天南的了解可能还有所欠缺。这么说吧，就没有什么是他不敢干的事。这些年来被他祸害过的女孩已经不计其数，别说那女孩只是魏浩存的女友，即便那女孩是魏浩存的老婆都好，只要被他给盯上，怕是都跑不了。畜生，这个杀千刀的畜生，我怎么就生了这么个丧尽天良的孽畜啊？元哥，你跟我说说，那个女孩她想要什么结果？首先，一定得销毁林天南手上的那些视频，一旦那些视频流出去，那女孩的人生就毁了，彻底被毁了。其次是让林天南接受法律的制裁，让他为他的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放心，我会给那个女孩一个满意的交代。接到父亲的电话后，林天南也迅速赶了回来。我操，什么情况？元哥啊，你想找我，直接给我打电话不就行了吗？还亲自开车过来啊？不是，爸妈，老爷子，你们这是怎么了？林少，先把可儿的视频交出来吧。什么可儿？什么视频？你在说什么？魏浩存的女朋友。你什么意思？什么魏浩存的女朋友？魏浩存的女朋友跟我有什么关系？别装了，把视频交出来吧。你真想我把那个女孩带到警局去，然后让法医从她的贴身衣物中进行 DNA 提取？要知道，她当时的贴身衣物还保留着没洗，那上面可有你的 DNA。操，这他妈怎么可能？我当时怎么可能会有我的 DNA？ 畜生！你这个畜生！30年了，这些年来我都是怎么教育你的？该打打，该骂骂。我不奢求你成为什么天之骄子，人中龙凤，我只想你当个好人，只求你能当个好人，怎么就这么难啊？你爱玩，你喜欢惹事，你甚至处处给我跟你爸，给林家招黑，我们都忍了。可你怎么能够丧尽天良，到连做人的基本道德底线都失守啊？你就是个畜生，畜生啊你！妈，我错了，我错了。畜生，你是不是还计划给元哥下药？爸，我就是开个玩笑而已，我没有。不重要了，先把那个女孩的视频交出来吧。好，我交出来。说完，林天南乖乖交出了手机。李元歌迅速接过手机，打开视频，立即传出可儿那凄厉的惨叫哀求声，还有林天南各种威胁以及拳打脚踢声，赫然是变态到了极点，足以让他们清楚那女孩当时遭到的是何等凌辱折磨。林天南啊，林天南，你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你压根就不配当人，还有辈分吗？没有，我对天发誓，绝对没有。林伯伯，不介意我保留视频，在有必要的时候提交给警方吧？可以。等会，你想干什么？就在这时，几名警方人员快步走入林家客厅。林老，林部长，这是出啥事了？把他带走，今天我林家清理门户。爸，我错了，
我知道错了，原谅我最后一次好不好？我保证最后一次。爸，我可是您唯一的儿子，难道你就忍心把我送进去？爸，林老，您老是想把天南送去戒毒所？什么戒毒所？他这是犯眼了！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啊！马上把这畜生给我抓走，无需看在林家的任何份上，一切依照程序从严处置。元哥，你不是要给那女孩讨个公道吗？把你知道的一切都给警方言明。接着，李元哥又把事情的经过说了出来，还把视频给了警方。马上把他给我铐走！马上！几人也不再犹豫了，直接将林天南带走。为什么会这样？我前世到底做了什么孽，才会生出这么个畜生啊？柳行长，天南他其实不是您跟林部长的儿子。老严，小严，你说什么？你说什么？老严，你……林部长，抱歉，我知道我出尔反尔，背弃了对您的承诺，但事已至此，我觉得没有再隐瞒下去的必要了。比起林老跟柳行长为那个冒牌货肝肠寸断，我觉得咱们有必要让他们知道这个消息了，至少这能让他们好受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个畜生不是柳慧跟风雪的儿子，那他又是谁？接着，老严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全部都说了出来。小严，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你又是几时知道这些的？天南出车祸住院的时候，那时候我才发现他的血型跟柳行长和林部长的对不上，于是我私底下把这事儿跟林部长说了，然后用天南的 DNA 跟林部长的进行了比对，结果是没有血缘关系。林老放心，当时是我全程跟医生对接的，此事外人一概不知。如此荒诞的事竟然发生在我林家，养了30年的孙子，竟是当年保姆的孙子，竟是一个瘾君子的儿子，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啊？林老，柳行长，我知道这对你们来说是一个天大的打击，但事已至此，这对咱们林家而言又何尝不是一个好的结果呢？至少说明了满门人杰的林家血脉中没有那种畜生禽兽。那我的儿子呢？我的儿子在哪？他现在在哪？老严一直在查，不过因为种种原因，目前只能查到咱们的儿子当年被那个保姆放在了江州福利院门口。小严，你是怎么个查法的？林老，我之前担心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而且那时候正值林部长升迁的重要阶段，所以都是托人在暗中查访的。暗中查访？30年前的事，岂是暗中查访就能水落石出的？马上去通知林家所有人赶回来，把这事告知他们，动用所有能动用的关系，无论如何都要把我林家遗落在外的亲生骨肉给找回来。是，林老。此时的李元哥也彻底呆住。江州孤儿院，30岁，人中龙凤，这个人会不会是我叶晨？可而找上李元哥告知林天南的计划，林家大义灭亲，将其送进号子里踩缝纫机。时间来到做空美股的第18天，此时的 TT 股价已经下跌到了8.27美元，是时候收网了。我拿起电话给李长风打了过去。喂，叶哥，我正准备给你打电话呢。TT 现在的实时股价已经下跌到了8.27美元了，咱们是不是可以收手购入结束做空了？收吧，估计跌不了多少了，股差那点了，动作快点。行。挂了电话，李长风迅速敲打键盘，购入、还仓，操作完成。可算是完事了，18美元的价位做空，8.27的价位回购，3倍杠杆，18天162%的利润，你大爷的，这波有点饱了，哈哈。关于这场300亿做空的盈利、手续费什么的，回头交割结算时，咱们这边均摊全出，就不用叶哥去扣除他那手续费了，你们有意见吗？你说的这不废话吗？肯定是咱们仨均摊啊，没有叶哥，咱们连根毛都捞不着。这要是还让他给手续费的话，咱们几个得有多狗？快看，反弹了！次日我受邀来到了叶家，见到了叶家老爷子。听程英说，你意图开一家不太寻常的安保公司，希望叶家给你那家公司套上一层可为你们保驾护航的特殊背景，是吗？对，我相信叶大少肯定跟你老详细说过这事儿了。如果说叶家答应你，那就等于把叶家跟你绑在同一条船上，一荣也许不会俱荣，但一损绝对会俱损。你觉得这对叶家来说是何等风险？一旦你或者你的安保公司变质，叶家又得为此付出何等的巨大代价？你是聪明人，所以我相信你肯定很清楚。我知道，这对叶家来说确实存在着很大风险。关于这个问题，我现在说再多都是徒劳的，但我还是想说，我或者我的安保公司永远都不会变质，我的根在华国，我的苗也在华国，不管是我也好，还是我的妻儿子女也罢，此生都不会脱离脚下的这片土地，回到实质本身，那就是我叶晨光是靠着一人如雪，假以时日登顶财富之巅，并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奢想。所以叶老觉得我有任何去变质的理由吗？明明可以站在神坛上享受顶礼膜拜，我又何必自坠深渊被千夫所指，还得连带着子孙后代都被戳着脊梁骨来骂呢？这不是你说服我拉上整个叶家去跟你捆绑在一块的理由。
既然你说你光靠一人如雪便可在日后登顶财富之巅，那为何还要去成立那么一家安保公司？出于性质层面的敏感，这可是很有可能会让你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从自私角度出发，我希望我的安保公司带着神州标签在全球遍地开花，在收获着大量不菲酬金的同时，也能掌握到全球动态。从民族大义角度出发，我希望日后全世界在提及流淌着炎黄血脉的安保公司时，是敬而生畏的，在有必要的时候，能为官方干一些不方便出面干的事儿。为官方干一些不方便出面干的事儿，比如呢？比如帮在外头挨欺负的炎黄子孙讨公道，比如帮海外的炎黄子孙挺直脊梁。你觉得官方会需要你吗？我无所谓官方需不需要我，我只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干一些自己能干想干的事。叶家冒这种险能得到什么？虽说在 TT 事件上叶家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可再大的人情都好，都无法跟这样的冒险画上等号。我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我只能说，一旦我的安保公司获得了巨大成功，跻身成了全球首屈一指并且震慑力无处不在的安保公司时，这对帮着安保公司保驾护航的叶家来说意味着什么？而且我需要的只是叶家帮我在国内保驾护航而已，外面的天地我自己闯，外面的事我自己扛。叶老爷子思索片刻后，话题一转，你小子的看相造诣不是匪浅吗？你看看我还能活几年？说什么万寿无疆寿比南山这些，叶老您肯定也不爱听，所以就叶老爷子这个经济神，再活个10年8年的不在话下。既然我还有10年8年，那你要不要给我当10年8年的干孙子？叶老，您是认真的？小叶啊，让叶家给你兜底保驾护航这事儿，我还是不敢赌，这对叶家来说太过于激进，太过于冒险了。很简单，因为叶家一旦介入其中，那就少不了叶家那些对手会伺机借题发挥。咱们神州不同于其他国家，很多事物都设有绝对的红线，如果踩上了，后果很麻烦。我知道你之所以会想到找叶家帮忙，是因为程英那个臭小子开办的炎黄格斗训练基地吧？但我希望你能明白，炎黄格斗训练基地跟你的安保公司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一旦叶家掺进去，就等于在踩线之余还主动给人送上了把柄。不过这里头并不是没有文章可做的，并不是说一定要让叶家亲自出面才能让你的安保公司在国内安枕无忧。叶老指的是认您当干爷爷？对，只要你成了我的干孙子，这个消息传出去，只要你守住必要的底线，我想那些部门自然会在掂量中睁只眼闭只眼的。所有人都会认为你的背后是我，是叶家在撑着，效果是一样的。一旦真的出了什么幺蛾子，我叶家同样也可以全身而退。毕竟叶家自始至终都没干过什么，我只是认你当干孙子而已，不是吗？叶老，您是因为 TT 事件你们叶家欠我的人情才做出的这个选择吗？重要吗？重要。如果是因为人情的话，我觉得没必要，大不了安保公司一事就暂且搁置，大不了就打造成一个普通的寻常安保公司，或者是迁往境外，在境外发展即可。小兔崽子，你是太小瞧我了，我叶家是欠你个天大的人情不假，可这也不足以让我叶静宁主动提出认你当干孙子。毕竟报答的方式有很多种，远不需要用这种方式，所以做个决定吧。叶老，我敬重您，能得到您这种认可，我是打心眼的受宠若惊。可是在我的认知中，爷俩关系应该是纯粹的，而不是我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才去认您当干爷爷。这样一来性质就变了，也许在您老看来这没什么，但在我这儿心里头会有结。想不到我叶静宁主动提出给一个小辈当干爷爷，竟然还被拒绝。小子，你让我好生没有面子啊！叶老，能给您当干孙子，这绝对是我的无上荣幸。虽然我不知道你拒绝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可那些不重要了。这样吧，你拒绝我无所谓，但我还是让叶家上下对外透露出已经认你为干孙子的消息，就当是我一厢情愿吧。你觉得如何？如果我再拒绝叶老的好意，那就真的是不识好歹了。感激之情，小辈叶晨放在心里头了。矫情。说完了正事，那就再多闲聊几句吧。小子，要不要再赐你一份机缘？叶老说的是林家，你不是在看相算命这方面造诣匪浅吗？正好我跟林朝阳关系尚好，正好他也信江湖学术这一套，我可以引荐你到林家去发挥发挥你的半仙能耐。一旦你能征服林家，日后你在人脉能量这方面，怕是不用我多说了吧。我犹豫了起来，我的出现导致了林天南这一世的轨迹已经偏离了前世，这或许会导致林家的气数轨迹跟前世截然不同。就算我真能在林家人的眼中化身半仙，我也不愿趟林家那趟浑水。叶老，您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我毕竟不是专门混那行的，跟身边好友卖弄还行，那种级别的世家，可不是我能轻易去显摆的。既然你把话说到了这份上，那就罢了吧。我们做空美股 TT18天狂赚480亿，江州的叶老想认我当干孙子，我果断拒绝。此时的燕京林家也动用了一切能动用的关系，寻找流落在外的子嗣。岭南巡抚康安邦也受林家所托，到张家老院子找到了我。小叶，听说你是在江州福利院长大的是吗？对，
康巡抚怎么问起这个来了？主要是想感叹一下你如此出身，竟然能在如此年纪达到如此成就。康巡抚过誉了，我只是运气好而已。你太谦虚了，小叶。既然你是福利院出来的，不知你跟福利院那边是否还有联系？没什么联系了。我9岁那年就离开的孤儿院，之后虽然回去过几次，可没几年孤儿院就被拆了，就再也没去过了。能问问你当年是怎么进的孤儿院吗？进孤儿院的不都是被遗弃的吗？要么是被命运给遗弃，要么是被爹妈给遗弃，只不过在那个年代中，或许都是出于苦衷迫不得已吧。那过去跟你一起生活的那些孩子，他们现如今的归宿如何？你跟他们还有联系吗？不清楚，虽然同在一个孤儿院长大的，可因为性格的原因，我跟他们不太合得来，我喜欢独来独往，所以跟他们之间不是很熟。再加上我9岁那年就离开了孤儿院，跟他们也没有来往了。就没有任何可以被你视为朋友的小伙伴们？这个还真没有，因为跟他们都不怎么扎堆，所以也谈不上什么友谊，甚至是对他们我都没多少印象了。康巡抚，您怎么好奇起这些来了？没，就是出于你的成长经历，随便问问罢了。康巡抚，别看这小子挺非凡的，可在交朋结友这方面，据我所知可是没多少热情的。就说他在这1年来，似乎除了我孙子景山他们几个，并没有跟太多人进行来往，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家里陪老婆孩子。不过说来，这也是难能可贵的，若是换了其他人，怕是早已上蹿下跳四处交际喽。像你这般年纪能有如此心性，确实难得。对了，听怀里同志说你还有一身看相造诣，虽说我个人并不怎么信这些，但是这种江湖术学既然能在神州大地传承几千年，想必也不是没有可信度的，所以你能不能也帮我看个相？康巡抚，通过咱们之间的这番交流接触，我知道您不是那种喜欢听谗言马屁的人。对，所以千万别给我拍马屁，否则只会降低我对你的好感，你直言不讳即可。那如果我说您日后会登顶紫金庙堂之巅，您信吗？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是康巡抚您让我直言不讳的。小子，这些话在这说说也就罢了，可千万别传到外面去，到时不管是你是我，都得惹上一身骚。如果今天再多一个人在这的话，我只会说上一声看不透。康巡抚，我那半吊子的水平要是上得了台面的话，那您在2年之后将会朝东边迈步，东边将是您的福地。好了，到此为止，别再说下去了。散场后，看着离开的大巨，严怀里开口说道：康巡抚，您是不是忽略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叶晨他也是来自于江州福利院，而且他的年龄也对得上。你是说叶晨的条件符合林家失散在外的子嗣？对，从条件上来看，他是符合的。我的确是糊涂，忽略这一点了。不过仅凭这2个条件，只能把他圈定在有可能的行列中而已，并不适合马上就通知林家。现在的当务之急还得是去找到当初那些职工，通过他们来列出一份符合条件的名单，到时再把那份名单交给林家，由他们去着手筛查确定。此时燕京的李元哥打通了李长风的电话。姐，这么晚了是有啥事吗？林天南被抓这事你听说了吗？听说了，据说是老林家亲自让人逮捕的他，而且当时你也在林家是吗？姐，这到底咋回事？你怎么会出现在林家？正好又碰上林家报警抓那个疯子，可别真跟传闻中说的一样，说林天南被抓一事是跟你有关吧？没错，这事的确是跟我有关。接着，李元哥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全部给说了出来。我去他娘的仙人祖宗！林天南跟魏三真是这么计划的？怎么说话的你？谁允许你说脏话了？行了，你也用不着这么生气，毕竟这不也没发生吗？真要发生了，我不亲自宰了那2个王八蛋，我就不配姓李。好了，这事也算是告一段落了。不出意外的话，等着林天南的刑期不会低于10年。不低于10年，老林家这是铁了心要清理林天南这厮祸害。林老当着我的面扬言要依法从严处置，以林老一向说一不二的作风，恐怕这个结果是没有悬念了。另外，林天南实际上并不是林家子嗣。什么？林天南不是林家子嗣？没错，柳行长30年前请的保姆上演了一出狸猫换太子。当时因为林风雪林部长要上党校，而柳行长因为产后虚弱要进行疗养，这就给了当年那个保姆有机可乘的空间，把他刚出生的孙子跟林部长柳行长的亲生骨肉进行了调包互换。这也太狗血了吧！姐，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当时我在场，并且私底下林夕也跟我说了这事。目前知道这事儿的人很少，林家的态度是如果可以就尽量别弄得满城风雨，毕竟一旦这件事扬出去，造成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而林夕之所以找上我，是希望我能找你帮下忙。找我帮忙？这我能帮上什么忙？林部长的儿子当年被那个保姆放在了江州福利院的门口，很有可能会被江州福利院抚养。可惜当年那所福利院也早早被拆掉，这也就造成了一种犹如大海捞针的情况。虽说林家那边已经对江州省府高层进行了委托请求，可到现在都没有进展反馈。林夕跟我展开了一定的讨论分析交流，在基因遗传方面，作为林部长跟柳行长的结晶，各个方面肯定也差不到哪里去的。你不是在江州待了那么些年吗？所以希望你能帮忙留意留意。
江州孤儿院，人中龙凤。李长风下意识中浮现出了一张面孔，不是别人，就是我，叶晨。姐，林天南今年多少岁？比你大1岁，30。30？我今年不也是30吗？李长风顿时呆住，这会是巧合吗？你怎么了？没怎么，我回头就根据你提供的信息留意一下，打听一下。好，有一点切记，别张扬出去，就算帮不到林家，也不能因为好心就给人添乱。我知道。还有，其实林夕真的挺不错的。姐，不说了，先挂了。挂断李元哥的电话，李长风陷入了沉思。如果我真是林家子嗣，凭我那变态的商业嗅觉，凭着林家那显赫的家世背景，那将意味着什么？叶哥，会是你吗？小舅子拒绝再当舔狗当场悔婚，为了给他撑场面，我拿出电话给张景山打了过去。很快，一阵阵超跑轰鸣的声浪传到了酒店门口，众人顿时惊呆。叶哥，嫂子。叶哥，嫂子。张总、李总，麻烦你们了。此时的众人一脸的不幸，只要是江州人都知道来的这些人都是江州出了名的富二代，没想到我就一个电话便能把这些人叫来。叶哥，嫂子，我自作主张让我旗下公司那些能唱会跳流良好的主播往这边赶了，一会儿就到，来助助兴。叶哥，嫂子，正好有几个歌手来江州参加商演，我跟他们的公司有点关系，所以也顺便让他们过来一趟，唱几首歌，活跃气氛。有心啊，谢谢。叶哥，你要是这么说话，咱们就不爱听了。你的事就是咱们的事儿，你的小舅子那也是咱们的老弟啊。张景山看了看陈一浩，继续说道：“你是嫂子的弟弟吧？你们不是需要车队吗？叶哥说了，这次你们只是见面宴，所以咱们就将就点，等你结婚的时候说一声，保证让你成为江州最帅最拉风的那个。”说着便把车钥匙扔了过去。陈一浩接过钥匙猛了：“我不敢开。”“拿着开去吧，没事。这么好的车，万一磕着碰着了。”“呵呵，磕着碰着就磕着碰着呗，又不是什么事儿。车子这玩意儿就是开来玩的，还拿来当宝贝啊？尽管开，没事儿。”“去，好。”说完，正准备向跑车走去，王倩开口说道：“一浩，我错了，对不起，原谅我的任性，我保证以后不会了，好不好？”“一浩，你不能这么对咱们倩倩啊！你如果不要她了，那她以后可咋办啊？事儿都是妈挑起来的，是妈不对，是妈错了，你就原谅倩倩好不好？跟倩倩回去把婚礼给举行了，算是妈求你了，成吗？”虽然这些车跟陈一浩无关，虽然陈家现在已是山穷水尽，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看到陈一浩有个拥有这种能量的姐夫。一旦跟陈一浩结了婚，傍上这种姐夫的大腿，那未来的日子可想而知。陈一浩深呼了一口气，说道：“让你们王家的宾客亲友都回去吧，酒店里头的一切由头到尾都是我去凑钱来操办的，跟你们王家没关系。现在婚礼不举行了，让他们散了吧。对了，你们那些宾客亲友的红包也让他们自个去讨回来就行了。”“你一定要这么绝情是吗？我跟了你3年，整整3年，你就是这么对我的吗？你还是人吗？”“3年，这3年我是怎么过来的？你心里就没点逼数？跟你在一起3年，还不如说给你当了3年孙子。等到谈婚论嫁时，你明知道我家里的条件，你跟你妈还硬要18万的彩礼，一套婚房1辆车，我爸妈不仅把棺材本都掏空了，还把未来几年全都给提前预支了。罢了，不扯这些没意义的，好聚好散吧。其实说来这也不是下车礼的事儿，下车礼充其量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从前的那个舔狗陈一浩也彻底死了。哦，对了，我陈一浩不是什么傻子，你心里头想的是什么？我很明白，有些事看破不说破，所以好聚好散，给双方留点面子吧。还有，记得把彩礼退回来，免得人家说你们王家闲话。”说完也没再理会王倩一家，带领车队扬长而去。看着离去的车队，丈母娘也回过神来，知道我出息了。“女婿啊！”“一诺、长风、景山，我们进去吧。”说完，我便向酒店走了去。宴后，宾客散去。“今天的事谢谢你了。”“怎么，叫一声姐夫这么困难吗？”我打趣的说道。“一浩，你怎么回事你？叶晨是你姐的老公，你喊姐夫那不是理所应当的吗？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叫啊！”“呵呵。”陈一诺看着势利眼的父母，不由冷笑一声。要是今天没有这一出，这会儿他们还不知道的把话说的有多难听。可就因为我暴露了自己的能耐，一下子让这二老对我们的态度来了个36000度大转弯，就差没把跪舔2字写在脸上，让他觉得很恶心。陈一浩却是呆在原地，不知道该怎么办。“谢谢姐姐姐夫。”“还是弟妹懂事。行了，你今天算是做了人生中最明智的选择，比起那个什么王倩，启文要好10000倍不止。以后好好待人家吧，人家为你不可谓不是豁出去了一切。还有就是以后做人做事冷静点，理性点，安分点。岁数不小了，别老让你姐担心。”“知道了。”“知道你是借钱来搞的这场宴席，所以你姐把所有的费用都结给了酒店这边了，算是我们给启文的见面礼。你回头让他们把你的那些定金退回去给你。走了。”“行，1号，启文，
你俩好好的，我们就先回去了。姐姐姐夫慢走。回到家里，叶晨，我之前还想着尽量别在我爸妈面前暴露那些，可缺个你倒好，来这么一出，你就没想过他们会就此缠上我们。我爸妈是什么人，这些年来相信你比谁都清楚，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你不是应该站在你爸妈那边，劝我不计前嫌的吗？我打趣的问道。呵呵，自从他们开始给我张了二婚，从你手上夺过那张银行卡的那一刻起，我对他们已经绝望了。不过再怎么说，都是我父母，身为子女，我会赡养他们，但也仅仅是赡养而已，不可能给机会让他们把我当成摇钱树。一诺，今天的事，我是不想1号难看。如果当初不是1号把户口本偷出来，我们能结婚吗？如果不是他，你和悠悠这2年又要多遭多少罪？我知道1号现在不待见我，我不怪他，都是我咎由自取。他曾把我当亲哥哥对待，可我却那样对待你娘俩。不过我相信，我和他早晚会冰释前嫌。至于你父母那边要如何对待，我完全取决于你。这样一来也好，至少他们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对待你跟悠悠了。罢了，不说那些了，你放心，虽然他们是我的父母，但我也不会拿着你的钱往娘家那头搭的，更不会让你去许赐他们什么。就算你要搭也没事，我的世界是你跟悠悠，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喂，哪位？是叶晨吗？听到这熟悉且带着几分沧桑沙哑的声音，我的心跳一下子陡然飙走。您是高老师？没想到你还能听出老师的声音来，甚是欣慰啊。高老师把我当成亲生儿子一样对待的高中老师，前世的我在创业失败性情大变后，是他把我从悬崖边上拉了回来。可好人命不长，不久便癌症去世，未能报答他的恩情，成了我一生最大的遗憾。高老师，这哪的话呀？我叶晨忘了谁都不能忘了你啊。是吗？不过你虽然忘不了我，但却忘了你曾经的雄心壮志，忘了我对你的谆谆教诲，忘了我对你寄予的厚望啊。高老师，您这话什么意思啊？叶晨啊叶晨，我教书这么多年，你是我寄予最高期望那个。老师知道你的身世，多么希望你能改写自己的命运，扭转自己的人生。你当年的确没让我失望，考进了很不错的一本学府，本是一条逆袭人生的康庄大道，可你为什么要把这一手好牌打得稀巴烂啊？高老师，您说的是？我问你，你是不是走上了歧途？酗酒是赌，还惹了不少高利贷，连房租都交不起，处处找人借钱。叶晨，你怎么可以活成这样啊？是，老师您说的没错，不过这都是过去的事了。过去的事了？你的意思是你改了，改邪归正了？不瞒老师您说，我的确混蛋到差点走到妻离子散这一步。万幸的是，我又重新活过来了。现在谈不上有多么富裕，更论不上什么功成名就，可起码也算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了。你说的是真的？真的，我骗谁都不敢骗您。高老师，您现在在哪任教了？我去找您，跟您叙叙旧。这段时间我在外地参加教研会，得周六才回来。还有，你们那一届的同班同学也在周六举行同学聚会，邀请了我跟其他几个老师，你看你要不要过来？既然高老师都发话了，我肯定去。行，那到时候咱们再叙叙旧。好的，高老师，再见。康巡抚找我问及孤儿院的事，却忽略了我的条件完全符合。李元哥给李长风打电话说出此事，让他激动不已。次日，已成立雷霆速递的段浩波找上了我。不出所料，他的雷霆速递四处融资，却无人敢入股。所以段总找我来，就是为了找我谈融资计划的。对，想要在三通一达以及顺丰 JD 的垄断下杀出一条血路，仅仅是靠拼夕夕的战略合作显然是不够的。想高速扩张蚕食市场份额，烧钱是唯一的途径。除了价格战之外，还需要一记重磅方式打响进军快递业的第一枪，这些都需要大量的去烧钱。重磅方式打响进军快递业的第一枪，段总说的重磅是什么？收购百世。先不说收购百世带来的重磅效应所在，就百世在三通一达、顺丰 JD 的夹缝中耕耘多年出来的成果，出于百世的成熟体系以及这些年建设下来的网点跟覆盖的区域，一旦把百世收购下来，这将会大大缩短雷霆速递的基础建设，继而直接获得进军快递市场的厮杀入场券。同样，这也是跟拼夕夕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基础条件。百世，你确定能把百世进行收购？目前的百世董事层几乎在打包出售国内快递业务的决定中达成了一致，而且我也跟百世的董事层接洽过，他们在寻找收购者这一事上偏向于搅局者，而不是偏向于曾经的对手。说说你是打算怎么个搅局法，以及你的目标？同城包裹6块，省外8块，3个月实现日订单量500万家，半年实现日订单量1000万家，1年后实现日订单量2000万家。基于你的这种野心，你估计得烧多少钱才能换来这种市场份额？300亿，只要熬过去，只要烧出这种市场份额，我有信心能扭转局面。你愿意把68%的绝对控股权让给我？不愿意，可我没得选。说说吧，68%的股权，
你希望在我这边得到多少融资？300亿。300亿融资，如果能换来雷霆速递在快递业中的横刀立马独占鳌头，这的确不怎么多。但要是栽了，这300亿就得打水漂，连渣都不剩，而我也将被永远载入投资界的史册中。叶总，所以你的意思是，虽然这种玩法很疯狂，但我叶晨就喜欢在疯狂的路上走，要么就不玩，要么就玩一票大的，用1年时间去赌未来。我有兴趣，融资金额没问题，你出一份详细的融资计划书给我。好的，叶总。从 DOA 咖啡厅里出来，我驾车直奔我们新成立的投资公司腾龙资本。我打算让腾龙资本入主雷霆速递。叶哥，你说的是让腾龙资本入主雷霆速递？对。叶哥，如果入主雷霆速递的话，你对雷霆速递的规划是如何的？1年之内烧出至少300亿，以价格战的方式抢下市场份额。腾龙资本你俩各自占股10%，所以是否选择让腾龙资本入主雷霆速递，我持开放式态度，由你们自己来挑。这有啥好挑的？肯定是紧随叶哥你的脚步啊！就算是投资失败，大不了我也就赔个几十亿，反正钱都是跟着叶哥你赚的，所以誓死相随。景山说的对，没啥好挑的。虽然我跟景山在腾龙资本一人各占10%的股份，可咱俩知道这都是你给的机缘，在决策方面，叶哥你说怎样就怎样。既然这样，那就等雷霆速递总裁段浩波把融资计划书拿来后，没什么问题的话，腾龙资本的第一枪就在入主雷霆速递中打响。对了，叶哥，我突然想起个事来，你小时候是不是在江州福利院待过的？闻言我不由为之一愣，又是江州福利院。长风，你丫的是不是缺心眼？怎么哪壶不开你提哪壶？叶哥，抱歉，我没你们想的那么脆弱。没错，我的确是在江州孤儿院长大的。你问这个干什么？叶哥，我有个朋友的哥哥，当初因为家里的一些特殊原因导致失散，现在才在追查中得知他哥哥很有可能被江州福利院给收养了，但由于已经过去了20-30年了，追查起来很难。我想到了叶哥在江州福利院待过的，才想跟您打听打听。我操，长风，你那朋友的哥哥多少岁了？30，跟叶哥同岁。同岁，会不会出现那么一种情况，就是叶哥是你那朋友失散的哥哥？当初在孤儿院跟我同龄的可多了，而且长风刚才说的是极有可能会被江州孤儿院收养而已。叶哥，听你这意思，你好像不想寻找自己的身世似的。是啊，叶哥，你有想过查找自己的身世吗？这么说吧，如果能找到的话，我早就找到了。叶哥，你看可不可以提供一些东西，让我帮你去比对一下 DNA？ 长风，何方神圣能让你这么上心？你那朋友是啥来头？我也挺好奇你那朋友是什么来头。既然你怀疑我的身世跟你那朋友有关，那你最起码得让我知道他们是何方神圣吧。李长风想到老姐李元哥的再三叮嘱，考虑到林家的敏感性，一时间不知怎么回答。叶哥，就算是比对一下 DNA， 那也没有什么损失啊。万一真比对上了，那不成了天大的好事吗？的确是没什么损失，只不过我觉得大可不必罢了，因为那种双向失落感是难以形容的。叶哥，你之前就已经进行过 DNA 的比对了，不下于1-20次了吧？好了，这事就先到这吧，先从孤儿院其他人身上开始查吧，查不到的话再另说。那好吧。还有，丑话说在前头，别在不经我同意的情况下私下提取我的 DNA， 我会很反感很恼火的。叶哥放心，这肯定不能够。几天后，林家通过强大的人脉关系，顺利的找到了江州孤儿院符合条件的人员名单，也顺利的提取到了 DNA。小溪，怎么样了？符合条件的总共49人，这里有42人的 DNA 检测结果都与3书3审的对不上，还有7人，4人现在在监狱里，2人下落不明。什么？那还有1人呢？还有1人就是叶晨。叶晨，就是前段时间被叶老认作干孙子的叶晨。对，爷爷，你可能还不知道，叶晨的伊人如雪昨天晚上放出40万件的商品，5秒钟售罄，净利润超1亿。什么？接着林夕将他所知道的以及在李长风那里听到的全部说了出来，只听得众人目瞪口呆。没想到他如此年纪竟会有如此成就，难得啊！小严，林老，你马上去江州一趟，我待会给叶老头打电话。那个叫叶晨的小家伙不是叶老头的干孙子吗？我让他把那个小家伙找出来给你，你看情况想办法提取他的 DNA。好的，林老。次日，我接到叶老的邀请，再次来到了叶家。叶董，久仰大名了，今日见着真人，果真是人中龙凤啊！难怪能被叶老认作干孙子。叶总，不用拘于年纪辈分，叫我一声老严就行。那可不行，我还是叫您严伯吧。还有，您既然是叶老的相识，那就直接喊我小叶就成。别干杵着了，坐下吧，坐下说。来喝茶。就这样，这次见面就在拉家常中结束，让我感到疑惑。此时的我全然不知，困扰我两世的身世之谜即将揭开。我浑然不知。燕京林家私下提取了我的 DNA 进行亲子鉴定。此时的林家气氛已紧张到了极点。喂，林老，对上了，对上了，真对上了，确认无误了。老严，
DNA 比对真对上了是吗？我的儿子真给找着了是不是？比对结果一定不会有错的是不是？刘行长 ，DNA 的比对鉴定结果匹配度是99.99%，是由最权威的部门出的结果，错不了，出不了错的。好，风雪，咱们去江州，马上去江州，儿子在那，咱们马上去找他。刘慧，你先冷静一下。为什么要冷静？我冷静不了，我现在就要过去，我一刻都等不了了。机票，对，订机票，我现在就订飞江州的机票。我知道你不想等，我也一刻都不想再等。但问题是，咱们去了江州就直接登门找他吗？说你是他的母亲，说我是他的父亲，说他是咱们的亲生儿子吗？你觉得他能轻易接受吗？而且过去那30年间，他一直都顶着孤儿的身份，至于他是否会对父母存在着怨念痛恨，咱们也都无从知晓，所以就这么贸然过去，你觉得合适吗？风雪说的没错。那你说怎么办？该怎么办？风雪，我不想等了，我等不了了，我一刻都等不了了。我理解，江州肯定要去的，老严不是才跟他喝了早茶吗？明天让老严再找他一趟，让老严跟他谈谈身世问题，顺便让老严从侧面带咱们解释一下，如果他的反应不过激，咱们再登场，如果他的反应过激，咱们再想其他办法。风雪说的没错，都到了这一步，也不必再着急这一天半天的。回头我跟康巡抚打声招呼，咱们明天一块前往岭南，让老严在会面现场提前布置个摄像头，咱们看一下叶晨在身世问题上的态度如何，再决定是否要马上见他。翌日，接到康巡抚的电话后，我来到了岭南。康巡抚，到底什么事呢？您这整得让我有点慌啊。放心，肯定不是什么坏事，给你介绍个人，一个或许能够帮你找回身世的人。什么？帮我找回身世？康巡抚，您这是？走吧。很快，我们来到了接待室。严伯，怎么是您？咱们又见面了，康巡抚，忘记跟你说了，我昨天跟叶老一起和他喝了一顿早茶。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去多做介绍了，你们先聊。说完，康安邦便转身离开了房间。小叶，很意外吗？的确有点意外。严伯，刚才康巡抚跟我说的是给我介绍一个可以帮我寻回身世的主，所以您是奔着帮我的身世来的。可以这么说，能被康巡抚百般欣赏，能让叶老认作干孙子的人，我自然是想跟你建立一段交情。所以在得知你是在孤儿院长大的后，而我正好又有点这方面的能量，就想着看能不能帮你小子找回身世，好让你欠我一份人情什么的。呵呵。没错，我的确是在江州孤儿院长大的，但你怎么就能肯定我会有寻亲的需求？怎么？难道你不想寻回双亲，找到自己的出处？就我今时今日所拥有的当下，你觉得我还需要去执着于双亲身世吗？你这是对你的父母双亲有着怨念？怨不怨念的暂且不说，在我的记忆中，父母就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词儿。那些最艰难、最痛苦、最无助的阶段，我都是自己咬着牙扛过来的。我9岁那年，因为跟孤儿院的其他孩子合不来，便离开了孤儿院。在离开孤儿院的那些年里，我被流浪汉打过，被那些衣着光鲜亮丽的孩子围殴过，我跟恶狗抢过食，被恶狗咬过，在垃圾堆里找过屎，也蹲过饭店后门等人倒掉残羹剩菜，诸如类似的事早已数不胜数，习以为常。还有几次被巡警带回所里，打算将我送回孤儿院，最后都被我给溜掉了。因为我好强，既然选择了从福利院逃跑，那就不能再回到那个地方，哪怕在外头流浪饿死我也认了。万幸的是，虽然命比草贱，哪怕说命悬一线，奄奄一息的次数不在少数，可还是承蒙老天的垂怜，一路狗活了下来。在那段岁月中，我是多么渴望能有一顿饱饭，能有一身暖衣，能有一处蜗居，哪怕再简陋都好，只要能有吃的穿得住的，能有一个家，我都觉得是莫大的幸福了。可是没有，因为我是一个孤儿，一个没爹没妈的孤儿。但这不怪别人，是我自己的选择。如果我当时愿意留在孤儿院的话，肯定不至于那么凄凉。要说我后悔离开孤儿院吗？有时后悔，有时又不后悔。因为性格原因导致我在孤儿院里头一直都被其他孩子排斥，一直都是被欺负的那个。虽说我一寡敌众不行，但在被欺负过后，我都用智取的方式逐个报复了回来。不过说来这或许就是命吧。如果当初我不是逃离孤儿院，或许就没有今时今日。毕竟在离开孤儿院后，我经历了太多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正是那些犹如蝼蚁般苟且着的经历，才让我那条贱命变得坚韧起来。在那个过程中，我也曾无数次羡慕那些有着爹妈庇护的孩子。我羡慕他们的口中能喊出声声爸妈，我羡慕他们能够被大手拉着小手，羡慕他们能耍脾气，羡慕他们可以笑得那么灿烂，哭得那么任性。然而在羡慕都好，我也只能以看客身份远远地望着，渴望着。我幻想着自己有朝一日也能跟他们一样。可惜渐渐的，这一幻想破灭了。从来不想认命，也从来不会去认命的我，在这一世上选择了认命。说句大逆不道的话，我是真的希望他们在我出生之后就离开了人世，因为那样一来，我就不算是被抛弃的孤儿，而是因为双亲离世才沦为的孤儿了。也只有这样，我才没有去怨恨他们的理由。对不起，对不起，是妈对不起你，妈对不起你啊！早已把自己融入到林家的老严，在我的这些话下，也忍不住的红起了眼眶来。你哭了？年纪大了，变得感性了，让你见笑了。
不得不承认，你过去那些年的坎坷苦难已经超乎常人想象。可你怎么就肯定你是被父母所抛弃的呢？或许情况不是你想的那样，或许是因为他们有苦衷，又或许只是一场意外呢？如果真是因为苦衷才不得已遗弃我的话，那么他们也早该把我找回来了，而这并不难。毕竟他们当年是把我放在孤儿院门口的，或许我会隔一段时间就回一趟孤儿院，打听一下相关的这些，可惜未曾有过与我相关的，这足以说明了很多。所谓的苦衷跟意外都是说不通的，解释不了的。说来你还是心存怨恨啊。也许以前有怨恨，但现在不至于去怨恨了，该遭的苦难一分不少的照单全收了，该经历的坎也都一个不落的给迈过了，时至今日又还有什么可怨恨的？若说我心中还有执念的话，那也是想讨个明白，讨问一个为什么。好了，严伯，不说那些了，我知道您对我肯定是没有恶意的，所以我尊重您，才跟您说了这么多本不该说的。您不是说可以帮我寻回身世吗？现在咱们先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我想问您，您是不是冲着江州孤儿院才找上的我？先是康巡抚之前对我的旁敲侧击，再是李长风帮他朋友寻亲打听当年的江州福利院，又是您找上我，声称想帮我寻回身世，以结一段香火情，但实际情况怕不是帮着某位高权重的大人物在追查什么吧？没错，的确有位大人物的儿子在30年前因为被人调包导致流落到了江州福利院，才有康巡抚对你的旁敲侧击，以及李家小子对你进行打听试探。被人调包流落到了江州福利院，你不相信我说的话？我相不相信暂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觉得我是你口中那位大人物在30年前被人调包导致流落到江州孤儿院的儿子吗？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再多问一次，你想不想找回自己的双亲，或者自己的身世？江州孤儿院跟我同岁的孩子不少，如果您真认为我会是您口中那位大人物的儿子，那就先对当初江州孤儿院的其他人进行 DNA 比对吧。如果比对不上的话，再找我，这也算是了却你们的一个心愿。30年前江州福利院那批符合情况的孩子有49个，除你和2个下落不明的之外，其余46个已经进行过 DNA 比对了，都匹配不上。什么？昨天让叶老约你出来喝茶，在你走后，我拿走了你喝过的茶杯以及你所抽过的烟头，而经过 DNA 的提取比对，匹配度是 99.99%。匹配度 99.99%， 我的大脑顿时宕机，前世几十年苦寻无果的身世之谜，竟是在重生的第2年间迎来了亲子鉴定匹配度为 99.99% 的结果告知。你想知道你的双亲是谁吗？又或者说你想见到他们吗？他们在哪？困扰我2世的身世之谜渐渐浮出水面，没想到我的父母竟是紫禁大拿林风雪夫妇。小陈，对不起，对不起，是妈对不起你，都是妈造的孽，才让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苦，受了这么多年的罪，妈对不住你，对不住你啊！你们确定没找错人？确定我就是你们的儿子？你严伯昨天已经提取你的 DNA 进行了比对，匹配度 99.99%。如果你怀疑，咱们可以再进行一次现场 DNA 比对。孩子，这些年来你受苦了。林部长，柳行长，那个叫林天南的是你们的儿子吧？听你们这意思，是说30年前我跟林天南被调包了？你知道林天南？知道，他之前找过我的麻烦，如果不是有叶成英，可能我多少也得摊上点无妄之灾。小陈，你听妈解释，不是你想的那样，你不是被咱们遗弃的。30年前我刚生下你，你爸由于要上党校没时间照顾咱们，而我因为产后疗养使得没能陪在你身边，结果被我找来的保姆把你跟他的孙子进行了调包。直到2个月前，林天南因为车祸进了医院，老严才从医院那边发现林天南的血型跟你爸还有我的对不上，他当时便把这事告诉了你爸，结果在 DNA 比对上发现跟你爸还有我的都匹配不上，你爸就瞒着我，瞒着林家所有人，让老严私下去查这事儿，最后才查出是当年那个保姆来了一出狸猫换太子，后来才获知襁褓中的你被遗弃在了江州福利院门口。老爷子在得知此事后便扩散关系去追查这事，最后通过康巡抚从江州福利院当初的职工那边得到了一份收养婴儿的名单，层层比对下，最终才发现你就是咱们的儿子。孩子，你真不是被爸妈给遗弃的，真不是，你是爸妈的心头肉，爸妈怎么可能会舍弃你？都是妈不好，都是妈当年没能盯紧那个保姆，要不然也不至于让你受了这么多年的苦啊。小陈，老严跟你说的那些，还有你妈说的那些，你愿意去相信吗？我信，但我觉得还有必要再进行一次正式的 DNA 鉴定。好，我尊重你的选择。很快，我们在叶家老爷子的安排下来到了江州军区总医院，仅2个小时便拿到了鉴定结果。叶院长，结果怎样？ DNA 亲子鉴定匹配度 99.99%。小陈，林部长是你的亲生父亲，柳行长是你的亲生母亲，这是军区总医院，同时也是全国最权威之一的鉴定团队给出的结果。顷刻间，我的脑海中已是不受控的回忆起孤儿身份的孩童时期，回忆起那些悲惨的苦难经历遭遇。80年了，曾几何时，我无数次幻想过认亲的画面，
却始终拼凑不出一个完整的家。现在突然揭开了所有谜团，以往的心酸彻底的爆发，这也得到了我一直苦苦寻找的答案。我叶晨不是被遗弃的孤儿。小陈，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抱歉，我失态了。孩子，对不起，过去那30年间，但凡我能……别再说过去了，都已经过去了。对，都已经过去了。孩子，让妈看看你，让妈再好好看看你。我下意识的想闪避，可最终还是按耐住了这股潜意识，尽情感受着这迟到了90年的母爱。小陈，能叫我一声妈吗？一声再简单不过的妈，此时仿佛成了无比烫嘴的字词。两世为人的我曾在梦里无数次练习过，此时却无法张口，最终还是妈。爱。小陈，你现在方便回燕京一趟吗？你爷爷还在等着，还有咱们林家其他人都在等着。风雪，不着急，咱们不着急。小陈不是已经娶妻生女了吗？咱们先认识咱们的媳妇跟小孙女，到时候再让小陈带着一诺跟悠悠回去。小陈，咱们先回你那，妈给下厨做饭，等一诺跟悠悠下班放学回来，可以吗？回到山水涧，母亲第一时间走进了厨房，亲自下厨给儿子儿媳孙女张罗一顿家常便饭。我和父亲从家常扩展到民生、时政、经济、科技，甚至是一些极其敏感的话题中。你选择经商这条路是真的可惜了。我只对经商有兴趣。爸爸，我跟妈妈回来了。厨房的母亲听到开门声，迅速跑了出来。老叶，家里来客人，你怎么也不跟我提前说一声？阿姨好。悠悠，我不是阿姨，我是奶奶。不，您这么好看，这么年轻，您是阿姨，不是奶奶。悠悠叫爷爷奶奶。哦，奶奶好，爷爷好。乖，悠悠真乖。老叶，这二位是？一诺，这些年多亏你陪在小陈身边，不离不弃的照顾着这个家，妈感谢你，真的感谢你。一诺，因为种种原因，小陈30年前跟咱们骨肉分离，直至今天，咱们才把他给找回来。这一解释让陈一诺瞬间如遭雷击，听这意思，眼前这二位是我的亲生父母，是自己的公公婆婆，是悠悠的爷爷奶奶。一诺，你先陪陪他们，我去厨房把饭菜给弄好。小陈，妈去弄。您陪悠悠玩会儿，厨房里头交给我就好了。